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比起零更新赵丽颖二搭，我更想诚意赵丽颖二搭，求求再合作一次吧。比起零更新赵丽颖二搭，我更让看诚意赵丽颖二搭。沈黎不愧是3届最强女战神，只靠一杆银工具就能平四海战八方。她在灵界的武力值和天下第一的李香怡有一拼。当初青云志的时候，赵丽颖就和程毅搭档过了，林惊羽和碧瑶之间错过的感情，也让无数羽瑶粉意难平。现在只求你俩再搭档一次，就当是为了我好不好？如今赵丽颖化身为灵界最强王者归来，她一系列干净利落的打戏，吸引了无数观众。关斗放出的绿幕花絮比正片还精彩。要说赵丽颖不会武功，我都不信。与凤航不同于以往的仙侠剧，着装也不再是烂大街的素色道袍，女主沈黎各种各样的战服，搭配上持工具起飞、腾空旋转，直接把我看爽了。红色战袍又化身为火凤凰，沈黎驰骋天下，拯救苍生。这么帅气的女王爷配绝世无双的李香怡，最适合不过啦。赵丽颖就是内娱的拼命13娘，当初演宫锁沉香时，她就意外跌落马背摔伤了，为了不耽误剧组的进度，忍着伤痛完成了拍摄，所以之后背部的淤血也鼓成小包。细心的网友不难发现，与凤航花絮中，颖宝之前受伤的痕迹依稀可见。她提前进组苦练3个月，如今10斤重的铁工具刷起来，也丝毫不在话下。而李莲花的实力更毋庸置疑，她只需要耍一套36剑醉如狂，就引得万人空巷，更别提她还会婆娑步、游龙踏雪、小楼昨夜又东风等等。10年前的李莲花就是鲜衣怒马、英姿飒爽的少年郎啊！莲花楼让观众对武侠剧重燃希望，如果能把李莲花前传拍出来就更好了。这次乔婉冕就让赵丽颖演，他们的故事就是男强女强，从水火不容、互看互不顺眼到不打不相识。所以说，有没有哪个厉害的导演把他们2个收了？有生之年我还想再吃细糠。之前网友说，一直不理解为啥那么多人喜欢程毅，直到他看完《莲花楼》，艾玛彻底在坑底躺平了。如果赵丽颖、程毅能二搭，我们一定从官宣开始就冲会员了。与凤航就是一个巨大的熟人局，10年前合作过的老戏骨，现在赵丽颖一刷脸就能请来。万万没想到，与凤航里居然有这么多老熟人。《楚乔传》里的林更新，《知否》里的小桃，《花千骨》里的朗哥哥，《风吹半夏》里的陈宇宙，《新还珠》里的华马，等等，看看你们都认出了谁？首先是林更新，看过《楚乔传》的宝子们都很熟悉。宇文玥被泡在冰湖里7年了，现在他终于被沈黎救出来，俩人直接开启美好婚后生活。能和颖宝二搭，林狗子这次又狠狠的幸福了，并且第2集出场算卦的半仙就是《楚乔传》里的左宝仓。要说这不是《楚乔传2》，我还真不信。赵丽颖用实际行动证明内娱的闺蜜情到底多珍贵。她和张碧晨从花千骨合作到与凤航，为赵丽颖前后唱过不下5部主题曲，年轮、望如初等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 OST 是他们友谊的见证。私下丽颖也会亲自去张碧晨的演唱会捧场。中年少女的友情来之不易，却也弥足珍贵。不敢想和颖宝做闺蜜有多幸福。此外还有黄登登，《风吹半夏》里的小陈，摇身一变成了与凤航里的王宝。虽然只是一个小配角，但和赵丽颖、林更新都有对手戏。正是上次愉快的合作，颖宝看出了他的实力，所以这次直接请来了。值得一提的是，10年前赵丽颖合作过的老戏骨，这次又二搭了。《追鱼传奇》里的白胡子老爷爷和红伶的故事，
也在与凤行里得以延续。反差最大的是徐海乔，朗哥哥化身魏小谷的爹，现实生活中差4岁的俩人，在与凤行里成了父女。而沈黎的母亲刘宇被沈沐月附了身，青云志里的金陵夫人，这次和颖宝成了最亲密的家人。与凤行里最大的反派，你绝对想不到是谁？邱心志饰演六明，他就是《新还珠》里的华马，这个有多少宝子看出来了？六明创造了凤来，还要用他压制虚天渊的妖兽，最终六明被行止降服，所有人皆大欢喜。要说与凤行里最美的配角，那非金娘子莫属。2013年《加油吧实习生》播出，高温若寒只是在颖宝主演的剧中跑龙套，10年过去了，她也终于走到了观众面前。金娘子的戏份多，妆造也美，就是她促成了行止和沈黎的婚事。想必这次高温若寒也能凭借与凤行火一把。细细数下来才发现，与凤行的演员都是之前和赵丽颖有过交集的，这么多好朋友来出演，与凤行也难看不到哪去。与凤行杀青时，为啥只有林更新一人哭泣？只能说林更新是越长大越感性。当初《楚乔传》临近杀青之际，颖宝就因楚乔的遭遇疯狂哭泣，毕竟这剧的结局实在是意难平。作为书粉的赵丽颖，当然是很难出戏，所以为此在拍摄时几度难以接受大哭也属正常。最终还是林更新在戏外安慰了伤感的他。但风水轮流转，6年前哭得最狠的是赵丽颖，6年后却变成了林更新，这就是女儿男儿吗？186的超大只的行止嘤嘤哭泣，被168的颖宝摸摸头安慰，这饭也有点太香了吧？但看了原著中的行止有多惨，才明白为啥林更新突然那么难过。虽然前半部分的霸道女王爷和她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小娇夫真的很好磕，但架不住杭云不只是杭云，沈黎也有自己的责任。所以虽然割下界的时候俩人都非常的心动，但凡人的寿命对于神仙而言只是沧海一粟，所以沈黎强行抹去了恋爱脑，被迫自己搞事业，只是在离开时吧积了一口来告别自己的初恋。但杭云伤后虽然喝了孟婆汤，但这汤是假冒伪劣产品，对神没有效果，所以行止切回大号后一直记得自己小号的故事。作为世间最后的神，他当然是明白神仙手册里的第1条就是禁止谈恋爱，也见证过自己的朋友兼同事因为违反规定的悲惨结局。而且沈黎还不仅仅只是个女王爷，她是上届魔君6名的得意徒弟刘宇和妖兽王凤来的孩子，身负妖兽之力，对3届而言始终是个祸患。行止想过就此除掉他，但却熬不过自己的心，只能当了沈黎生命里的默默守护的男二。但树欲止而风不止，6名人在牢里，他的小弟们也没闲着想劫狱，一番操作差点让他们得逞了。行止知道若让6名出来，祸的是3届，但要想阻止他，就要舍一人为3届。行止不舍，但沈黎却自愿牺牲，因此伤了老婆的神君也心碎殉情。得亏是他老丈人和自己的好朋友们，才让这对苦命鸳鸯得以这俩人虽然是双向奔赴，但架不住天意弄人越深越心的，也难怪杀青现场林更新绷不住了。毕竟沈黎和行止能在一起，属实是不容易啊。